电影电视剧中的行军场面，恐怕大部分人都已经看到腻了。屏幕上的行军队伍全副武装，威严满满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真正的战争中，士兵真的会穿着厚重的盔甲一路负重走过去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冷兵器时代行军的那些事儿。其实负重行军这个事儿，别说古代，就算是在现代，也不是什么特别稀罕的训练项目。不过训练归训练，跟实战打起来属于一码归一码。毕竟在现代战争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有一个根本上的区别，那就是肉搏占比极端的小。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，你武装越野到达战术指定目标地点后，端上一把 98K 架在那儿，还是能喘两口气儿的。但是在以肉搏战为主的冷兵器时代，士兵则是行军结束以后开始战斗进行肉搏时，才是体力消耗的主要部分。于是对士兵的体力管理也成了带兵打仗时需要关心的事儿。毕竟没人想带着一群虚到不行的士兵上战场拼命。实际上，如果情况允许，并且跋涉时间较长的话，古代士兵并不会穿着盔甲行军，他们需要尽量节省行军中的体力，以保证在肉搏战中有足够的体力。这点在史书上其实也有体现，比如三国时曹老板征乌桓，《三国志》里就有记载：8月登白狼山，卒于鲁豫，众甚盛，公车重在后，披甲者少，左右皆惧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曹老板带着先锋部队登上白狼山后，突然遇到了对方大部队，此时辎重部队都还在后面，曹老板手下披甲的士兵很少，于是士气就跟着下来了。虽然这开局负面效果最后变成了衬托张辽为何这么屌的陪衬，但是也不妨我们看出，实际上过去行军的时候并非都是影视剧里那样全副武装的。一般行军中，盔甲由牲畜或是民夫驮着，甚至一些精锐重步兵还有代步的马匹，就是俗称的骑马步兵。即骑马行军，到达指定位置后下马穿甲列阵作战。不过凡事还得看实际情况而定，平常该减负的时候减负，节省力气是为了更好的作战。但是真需要你急行军的时候，谁也不能闲着。要说历史上著名的急行军案例，就不得不提丰臣秀吉。虽然经常戏称他为猴子，但是秀吉其实还有另一个属性，那就是战国跑得最快的男人。公元1582年，明治光秀一把大火在本能寺烧烤大会上点了自家老板织田信长。此时有能力跟他争天下的人都还在远离京都的地方征战，明治光秀自信满满，天下可以说已经在他手中了。结果丰臣秀吉在6月3号晚上得知本能寺之变，就使出一招中国大返还，一路马不停蹄。13号就到了天王山跟明治光秀决战，最终干掉二五仔，喜提天下人。日本战国时代的步兵装备约30公斤，加上路况比现代难行，日本学者工藤章兴整理了金川义元在统辖间之战、武田信玄在三曾岭之战、织田信长攻打朝仓家时的行军记录，推算日本战国时代的平均单日行军距离大约是一天20公里到30公里左右。结果丰臣秀吉的军队竟在中国大返还途中，从冈山县到沼城狂奔到姬路城，创下一天强行70公里的战国纪录。但其实秀吉在建越之战的美浓大返还还更让人吃惊，创下8小时强行军50公里之后还能作战的惊人纪录。在基础建设不如现代的过去，每一场战争其实都是对后勤部门的严刑拷打。比如古罗马非常喜欢环片甲，这种盔甲由大量甲片零件和皮带组装而成。由于不同部位甲片和零件不通用，皮带也容易损坏，就需要军队随时储备大量替换零件。如果数个友军团集中起来进行远征，那么辎重部队在运送军饷与粮秣之余，也必须为其输送盔甲备件。在帝国财政情况较好的时期，这种奢华是可以被容忍的。等到前线吃紧，而军费开支入不敷出，这些装备所造成的铺张浪费就成了众矢之的。于是后来还片甲，不过穿盔甲麻烦，战后脱盔甲也是个问题。古代的盔甲没法内置空调，大部分穿上以后都突出一个冬冷夏热，再加上打仗避免不了高强度运动，于是散热成了个大问题。人毕竟没法跟机器人一样，过热了二话不说爆甲，散热还附带战斗力倍增，搞不好还能制造些残影之类的。
所以就算是热了，那解决方法也只有2个字：忍着。一路忍到要么被敌人干死，要么把敌人全部干死。再忍下去就要变成忍者的时候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脱下盔甲，感受一下透心凉的感觉，这点欲求不过分吧？但是在行军队伍当中，随军的军医对将士们最多的警告就是让他们在作战结束之后，不要因为穿盔甲热就快速的将盔甲脱掉。之所以有如此忠告，全都是因为在军营当中有着这样的一种病，叫做卸甲风。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闻卸甲风这个病，但其实这在古代军营中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。军人在战场上为了抵御对方的冷兵器进攻，将铠甲穿得严严实实。战场上打架毕竟是个赌命的活，没人上去是为了送人头的。最极限的极限运动就是生死搏杀，就像如今人们跑步会出汗一样，在战场上拼杀，身体也会产生很多的热量和汗水。如果在生活当中流汗了，或者是产生热量，都可以及时的排出体外，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。但是在战场上，身上的防具对于人体的散热来说是一种阻碍，那么身体就会持续的处于一种高温状态，并且在拼杀之时，肾上腺素会大量飙升。肾上腺素飙升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心跳会加快，心跳加快的连锁反应就是血液流动会快，并且血管会随之膨胀，这样都会产生大量热量。所以几乎每一位将士在一场战斗过后，都会急切地将自己的铠甲脱掉。可是这样带来的是不可逆的毁灭性结果，用现代人的话讲，其实就是中风。按照西医的说法，脱下盔甲，身体还处在高温，此时大部分人都想迅速降温，于是就会选择吹凉风，或者找凉水泼一下。由于寒冷的刺激，引起了肌肉的一种无菌性炎症，叫腰背肌筋膜炎。这种事在古代非常常见，据说五代时的李存孝还有明朝开国功勋常遇春，就是因为卸甲风突然暴毙。不过盔甲上的这些问题还是小事儿，冷兵器时代打一场仗，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整顿好这成千上万人的吃喝拉撒问题。毕竟不管你行军累还是不累，饭还是要吃，厕所还是得上，这2个问题你要是都交给士兵自己解决，那么这么多人里难免会出现几个卧龙凤雏来给你整出点幺蛾子。所以统一规范化管理这个事儿，上至战场搏命，下至吃喝拉撒，都得一视同仁。就拿上厕所这个事来说，俗话说人有3急，前面拼命的时候热点，人还能忍，但是肠胃里感觉酝酿出来的时候，一步都不敢多走。古代动辄几万、10几万大军的行军阵仗，平均每个人就算一天会产生1斤排泄物，这么多人要是都放他们自由飞翔，那还了得？上万斤的排泄物堆在一起的视觉冲击力，可能要胜过任何一种生化武器。这种只有在纳垢花园里才能亲眼目睹的景象，除了给人的视觉、嗅觉乃至精神造成极大冲击之外，还容易滋生蚊虫，传播瘟疫，降低士兵的战斗力。无疑，这对于任何一位军事指挥官而言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。而且古时候这排泄物也不是能给敌军看的东西，为什么不能给敌军看？臭死敌军不好吗？且不论瘟疫传播和这种臭味的忍受情况，这让人难以直视的排泄物里存在着大量军事机密。敌人可以依靠排泄物的量和具体内容来推测出我方军队的规模、水源是否干净以及卫生情况，还有后勤状况。所以自由飞翔要不得，大家还得统一解决。于是负责后勤的人又多了一个工作，那就是挖厕所。没错，古代扎营时有固定厕所的，而且就连上厕所的时间也是定得死死的。比如李靖和戚继光手下都有关于上厕所的严格规定，凡白日登厕园役，由各营门将腰牌悬于门上，方准开门而出，必即还应腰牌，取代回营。起夜不算，白天上厕所还要登记拿牌照，可见上厕所也是个非常讲究的事儿。统一如厕的话，还有着另外的一个好处，那就是方便把排泄物统一集中起来。无论是城墙下的公共厕所，还是安营扎寨的野营厕所，每次打仗的时候，人口基数都是很多的，所以每次打完仗，其实都会积累大量的排泄物，一堆积在那儿，那味儿真的不是人能忍的。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招致瘟疫。
不过有句话说得好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既然这些东西对自己人都能带来，那对敌人想必也能造成差不多的效果吧。于是大军的排泄物中有一部分就会被有意收拾起来，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用来当作生化武器，甚至中药中有几味特殊的中药，虽然它们的原材料是真的让人恶心，但它们的药效也真的让人一言难尽。没错，它就是传说中的金针儿。金针儿在当时可是个好东西，不光攻城野战需要用到它，守城时更是神器。把烧开的金针儿倒在想翻越城墙的攻城部队身上，火焰伤害附带精神攻击，而且谁上战场能保证毫发无损？但凡身上有点伤口，最后这些污染物也会让人伤口感染。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，这一套组合拳下去，不死也残。而且这东西性价比最高的地方在于，它除了会臭翻友军以外，完全不用担心储存问题。不如说像酿酒一样，越陈越香。弓箭手在射箭前也可以把箭矢拿来涮一下，全当给武器来了个毒附魔。只要被射中，以过去的医疗条件，肯定也是非死即伤。解决了拉撒问题，接下来就是吃喝。毕竟一支部队的主要组成还是最底层的普通士兵，士兵们的思维逻辑相当简单，给饭吃的就是好领导。所以如果在开饭这件事上怠慢了，那士兵十有八九是要造反。在吃这方面，日本人其实是很有话语权的，倒不是说他们在军队吃什么这块非常讲究，而是日本人对于米的执念可不是一般的大。就算在古代，金本位、银本位也都是属于常见的传统货币制度，但是在日本，米本位却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。可能因为打小资源就比较紧张，大部分有权有势的人都琢磨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军队说白了就是一群长了两条腿的嘴和胃，有米的地方就不愁没军队。于是我们就发现，衡量日本战国时期诸位大佬的实力谁更加雄厚的时候，都会按照他们各自封地的蛋糕来衡量，将粮食产量作为衡量权贵的标准。直到德川幕府建立后，日本的货币体系才得到完善，这其实是日本古代近千年的战争史所致，由此也造成了日本独特的战争体制。尤其是到了战国这个全民大乱斗的时代，只要是拥有土地和武器的强者都能拉起队伍，完成以下课上的伟业。此时一个人手中能拿出多少米，能喂饱多少人，就直接决定了他的势力大小。我们来看两份菜单，一份是每天2顿小米饭加咸萝卜，另一份是每天2顿大米饭鲜鱼外加咸萝卜。这2份菜单就是日本战国时代穷人和富人的伙食区别。乱世之中，大米资源自然都掌握在占有土地的大名手里，这些大米被领主们用来供养军队，辛苦了1年的普通农民是吃不上这些军粮的。当然，普通农民中并不包括那些被强征入伍的农民。在那个时期，日本平民的食物是各类杂粮，这个传统一直传承至现代。为了能天天吃上白米饭，无数的无辜的百姓被投入到权贵的厮杀之中，成了武田信玄、织田信长、德川家康等权贵手中的棋子炮灰。其实就算如此，这些可怜的大头兵们其实也很难天天都有白米饭吃，毕竟行军打仗哪有那么多功夫给你蒸白饭。于是真正发到士兵们手上的基本都是烘干了的大米。加热干燥后的米在便携性和保存性上都十分不错，牙口好的饿了直接放嘴里嚼，鸡肉味嘎嘣脆；牙口不好的扎营时把头上的头盔摘下来架火上，用水煮成粥吃。不过估计白水煮干米大部分人都觉得缺点味儿，这时候就轮到味增登场了。作为发酵食品也可以作为调味料使用的味增，在战国时代也很受重视。味增和米、盐一起作为阵中的军粮是不可缺少的，不处理的话味增会腐烂或发霉，所以一般会烤后搓成味增浴携带，煮饭的时候放在热水里一起融化，就会变成味增汤。如果有不嫌齁的狠人，也可以直接作为配菜吃，这就基本构成了当时日本族青的主食和副食。至于剩下的添头，就得各凭本事了。
但是当时军粮的一个重要宗旨，那就是首先要让士兵吃饱，其次不能让他们惦记。于是这些说不上难以下咽，但也绝对称不上美味的食物，就完美胜任了军粮这一工作。不过吃饭这个事儿的地区差异还是非常大的，一个地方产出的资源多寡，会直接影响到士兵的晚餐菜单。所以比起日本这样缺乏资源的情况，大部分大陆上的军队生活要好那么一丢丢。比如古罗马，他们士兵吃的东西看起来就远比数百年后日本战国族卿吃的要好些。一个比较直观的差别就是，古罗马士兵餐桌上起码能见到肉。根据现有资料显示，当时的罗马军队里面，士兵的伙食配比要求很简单，主要是主食7成，非主食3成。这里面的主食主要是指各类可食用谷物，比如小麦、大麦、燕麦等等。一般来说会被磨成面粉制成饼干或者面团。至于非主食，就是现在所说的一系列副食品，从蔬菜、肉类到奶制品、酒类、调味品等等，这3成就完全是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了。内陆地区的士兵吃的肉类主要是牛羊肉，而海边的部队就是鱼肉。如果在战斗激烈的时候，罗马士兵就会露出他们的另一面，派人去向附近村庄和城镇里的老乡们索要粮食，方式一般是低价购买或者强行去抢。对于副食品的来源，罗马人也会一样画葫芦。所以说，当时的百姓面对这样一群热血男儿，除了活命保平安，几乎没有别的什么法子。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，古罗马军团也存在过现代军队的军粮配给制度，不过从数量上、品种上、味道上跟现代相比都有很大的区别。将领们希望这些食物保证手下的士兵能够不饿着肚子进行作战，但也得防止太香了，手底下人吃得上瘾，把整个部队的干粮在短时间霍霍干净。在那个没有空运及铁路的年代，一支军队能带多少粮食，基本等于一共有多少粮草。这点可怜的上限消耗完时，该向哪儿借就真的是个随缘的事儿了。跟现在菜肴种类丰富、口味多样的战地美食不同，当时的罗马军队伙食十分单一且枯燥。对于一些想吃小灶和自制美食的家伙来说，结局除了被战友一通胖揍之外，还有可能受到军法的严厉惩处。为此掉脑袋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。所以说，在当时的罗马军队里，再特别的刺儿头也得乖乖的吃。军队伙夫统一制作、按时制作的军队伙食，一切人都概莫能外。由此可见，管好一个军队的吃喝拉撒才是打胜仗的基础呀。揭开历史面纱，探寻神秘冷兵器。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